当我们谈论非洲时，脑海中浮现的通常是怎样的画面？你是否也曾以为非洲自古以来就是黑人的大陆，而其他种族都是后来的入侵者？非洲为什么会成为黑人的非洲？黑人真的是非洲最早也是唯一的主人吗？这片大陆上除了黑人之外，还曾生活着哪些神秘的人群？当语言、基因与地理交织在一起，非洲的历史呈现出远比我们以为的更复杂、更震撼的面貌。今天我们继续读《枪炮、病菌与钢铁》这本书。今天的读书章节中有以上问题的答案。今天我们读到的是第19章，非洲是如何成为黑人的非洲的这个部分。想听更多的内容，可以订阅我的 YouTube 频道。读完这本书之后，我还会就解读中国文化这个专题去分享更多相关的书籍。我们共同查杀掉自己头脑中的中国文化病毒，在个体精神层面做到文化出埃及，早日跃迁到现代文明的状态。让我们开始吧。第19章，非洲是如何成为黑人的非洲的。无论你事先读过多少关于非洲的书，一旦亲身踏上这片土地，最初的印象都会非常震撼。在刚刚独立的纳米比亚首都温德和克，我看到了赫雷罗族黑人、奥万博族黑人、白人以及既非黑人也非白人的纳马族人。他们不再是教科书上的照片人物，而是活生生地出现在我眼前。在温德和克城外，卡拉哈里沙漠中的布须曼人，过去分布广泛，如今只剩下最后一批。他们正在为生存而挣扎。但在纳米比亚，最让我吃惊的是一条街道的名字。温德和克市中心的一条主干道竟然叫做格林街。我本以为没有任何国家会受到不知悔改的纳粹分子如此大的影响，竟然用赫尔曼·格林的名字来命名街道。赫尔曼·格林是臭名昭著的纳粹德国国会议员和德国纳粹空军的创始人。然而事实并非如此，这条街是为了纪念赫尔曼的父亲亨利希·格林而命名的。亨利希·格林是前德国殖民地西南非洲，也就是后来的纳米比亚帝国议会的创始人。但亨利希本人也是个有争议的人物，因为他的业绩包括欧洲殖民者对非洲人最残酷的一次袭击，即德国在1904年对赫雷罗人发动的种族灭绝战争。今天，邻国南非的局势受到全世界更多的关注，而纳米比亚也在努力克服殖民地影响，建立一个多种族和谐相处的社会。纳米比亚向我证明了非洲的过去和现在是多么的密不可分。非洲人种多样性的根源，大多数美国人和许多欧洲人认为非洲土著就是黑人，非洲的白人是近代的入侵者。非洲的种族历史就是欧洲殖民主义和奴隶贸易的历史。我们之所以只关注这些特定的事实，原因显而易见。对于大多数美国人来说，黑人是他们唯一熟悉的非洲土著居民，因为黑人曾被大量贩运到美国为奴。然而，直到数千年前，现代黑非洲的大部分地区可能还居住着完全不同的民族。所谓非洲黑人本身也有着不同的来源，甚至在白人殖民者到来之前，非洲不仅有黑人居住，还有世界上6大人种中的5种，其中3种只生活在非洲。世界上1/4的语言仅在非洲有人使用。在人种多样性方面，没有哪个大陆能与非洲相提并论。非洲多样化的人种源于其多样的地理条件和悠久的史前史。非洲是唯一一个横跨南北温带的大陆，同时它也拥有世界上最大的沙漠、最大的热带雨林和最高的赤道山脉。人类在非洲生活的时间比在任何其他地方都要长得多。我们的远祖大约在700万年前起源于非洲，解剖学意义上的现代智人可能在此之后在非洲出现。非洲许多民族之间的长期互动造就了引人入胜的史前史，包括过去5000年中2次最显著的人口大迁徙，班图人的扩张和印度尼西亚人向马达加斯加的移民。所有这些过去的互动仍在产生巨大影响，因为谁先到达哪里这样的细节塑造了今天的非洲。非洲人种分布之谜，那5个人种是怎样到达他们如今在非洲所在的地方的呢？为什么非洲分布最广的是黑人，而不是美国人往往忽视的另外4个群体？非洲的过去没有文字记载，没有像罗马帝国扩张那样的文字证据。那么
我们又如何能从其历史中寻求这些问题的答案呢？非洲的史前史是一个巨大的谜团，至今只解决了其中一部分。事实证明，非洲的情况与我们在前一章讨论的美洲史前史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只不过很少受到关注。到公元1000年，这5大主要人类群体已将非洲视为家园。外行人粗略地称他们为黑人、白人、非洲比格米人、科伊桑人和亚洲人。他们的肖像会告诉你他们在肤色、发型和颜色以及面部特征方面的明显差异。黑人以前只生活在非洲，比格米人和科伊桑人现在仍然生活在非洲，而白人和亚洲人生活在非洲之外的远多于生活在非洲之内的。这5大群体构成了或代表了除澳大利亚土著及其亲属外的所有主要人种。许多读者可能对此提出异议，不要用随意划分人种的方式给人定性。是的，我承认，这里每一个所谓的主要群体都非常多样化，把祖鲁人、索马里人和伊波人这样不同的人归类到黑人这一类别下，是忽视了他们之间的差异。当我们把非洲的埃及人和波柏尔人以及欧洲的瑞典人一起归类到白人这一类别下时，我们也同样忽视了他们之间的巨大差异。此外，黑人、白人和其他主要群体的划分是随意的，因为每个这样的群体与其他群体的界限很难清晰区分。地球上所有人类群体只要与其他群体中的人接触，就会发生通婚。然而，我们将看到，承认这些主要群体对于理解历史仍然非常有用。我们可以将这些群体的名称作为一种简略的表达方式，而无需在每句话中重复上述为防止误解而做的解释。在这5个非洲群体中，许多黑人和白人的典型代表为美国人和欧洲人所熟悉，无需对其体型特征进行描述。即使到公元1400年，黑人仍占据非洲最大的区域，撒哈拉沙漠南部和撒哈拉以南非洲的大部分地区。尽管美洲的非洲裔黑人后代主要源自非洲西海岸，但同样的民族在传统上还占据着东非地区，北至苏丹，南至南非东南海岸。包括埃及人、利比亚人和摩洛哥人在内的白人占据了非洲的北海岸地带和撒哈拉沙漠北部。这些北非人几乎不可能与蓝眼睛金发的瑞典人混淆，但大多数外行人仍会称他们为白人，因为与南方的黑人相比，他们的肤色较浅，头发较直。大多数非洲的黑人和白人靠耕种或放牧或两者兼顾来维持生计。相比之下，接下来的2个群体，比格米人和科伊桑人，则包括没有作物和牲畜的狩猎采集部落。比格米人与黑人一样，皮肤黝黑，头发浓密卷曲。然而，比格米人身材矮小得多，皮肤更多呈微红色而非黑色，脸部和身体毛发较多，并且前额、眼睛和牙齿较突出。这些都与黑人不同。比格米人大多过着群居狩猎采集生活，他们的群体广泛分布在中非的雨林中，与邻近的黑人农民进行交换或为他们工作。科伊桑人群体是美国人最不熟悉的，美国人可能连他们的名字都没有听说过。他们以前分布在非洲南部的大片地区，其中既有少数狩猎采集者被称为桑人，也有数量较多的牧民被称为科伊人。科伊人和桑人看起来或曾经看起来与非洲黑人非常不同，他们的皮肤微黄，头发非常浓密卷曲，女性往往在臀部积累大量脂肪，医学上称为臀脂过多。作为一个独特的群体，科伊人的人数已经大大减少，因为欧洲殖民者射杀、驱赶并用疾病感染了他们中的许多人。幸存者大多与欧洲人通婚，生下混血后代。这些混血人口在南非有时被称为混血人，有时被称为巴斯特人。桑人同样遭到射杀、驱赶和疾病感染，但在不适合农业的纳米比亚沙漠地区，有一批数量日益减少的桑人仍然保持着他们的特色。多年前，一部广受欢迎的电影《上帝也疯狂》描写的正是他们。非洲白人分布在非洲北部并不奇怪，因为体质相似的民族生活在近东和欧洲的邻近地区。有史以来，人们一直在欧洲、近东和北非之间往来，因此本章中对非洲白人我不会做过多讨论，
因为他们的来源并无神秘之处，神秘的反而是黑人、比格米人和科伊桑人，因为他们的地理分布暗示了过去人口的剧烈变动。例如，现在零星分布的20万比格米人散居在 1.2 亿黑人中间，这表明比格米猎人以前曾遍布赤道森林，后来由于黑人农民的到来，他们才被驱赶和隔离。科伊桑人在解剖学上和语言上都是一个非常独特的民族，但他们在非洲南部所拥有的地区却小得令人吃惊。会不会科伊桑人本来也分布广泛，后来他们在北部的人口由于某种原因被消灭了？我已将这个最大的异常现象留到最后讨论。马达加斯加这个大岛离东非海岸只有250英里，它比离任何其他大陆都更接近非洲大陆，而与亚洲及澳大利亚之间则隔着广阔的印度洋。马达加斯加岛上的人口是2种成分的混合，一种是非洲黑人，这是意料之中的，但另一种成分从外貌上看一眼便知是热带东南亚人，特别是所有马达加斯加人、亚洲人、黑人和混血人所说的语言都是南岛语，与印度尼西亚婆罗洲上说的马鞍亚语非常相似，而婆罗洲与马达加斯加之间隔着4000多英里的开阔印度洋，在马达加斯加数千英里范围内，没有任何一个民族哪怕与婆罗洲人有一点点相似。当欧洲人于1500年第一次访问马达加斯加时，那些说南岛语的人已经带着他们的南岛语和经过改良的南岛文化在那里扎下了根。我认为这是全世界人类地理学上最令人惊奇的事实之一。这就像哥伦布到达古巴时，发现岛上的居民竟然是蓝眼睛、金发、说着类似瑞典语的北欧人，尽管附近的北美大陆居住着说美洲印第安语的印第安人。据推测，史前的婆罗洲人在没有地图和罗盘的情况下乘船航行，最终到达了马达加斯加。他们究竟是怎样做到这一点的呢？马达加斯加这个例子告诉我们，民族的语言同他们的体型外貌一样，能够提供关于他们起源的重要线索。只要看一看马达加斯加岛上的人，我们就会知道，他们中有些人源自热带东南亚，但我们不可能知道是热带东南亚的哪个地区，而且我们绝不会猜到是婆罗洲。我们从非洲语言还能知道哪些不能从非洲人面相上知道的东西呢？非洲有1500种语言，其复杂程度令人难以想象。斯坦福大学的伟大语言学家约瑟夫·格林伯格对他们进行了梳理，使之变得清晰明了。他确认，所有这些语言正好分为5个语系。读者们习惯性地认为语言学枯燥乏味且过于专门，但如果他们知道语言分布图对我们了解非洲历史所做出的有趣贡献，他们也许会感到惊奇。非洲语言的启示，如果我们首先将语系分布图和人种分布图进行比较，就会发现语系和解剖学上界定的人类群体之间存在大致的对应关系。某个语系中的语言往往由特定的人群使用，特别是说阿非罗亚细亚语言的人多半被归为白人或黑人一类，说尼罗撒哈拉语和尼日尔刚果语的人是黑人，说科伊桑语的是科伊桑人，说南岛语的是印度尼西亚人。这表明语言往往是与说这些语言的人一起演化的。在语系分布图上隐藏着我们的第一个意外，这对于那些相信所谓西方文明优越性的欧洲中心论者来说也是一个巨大的打击。人们教导我们说，西方文明起源于近东，被希腊人和罗马人在欧洲发展到光辉的顶峰，并产生了世界上的3大宗教：基督教、犹太教和伊斯兰教。这些宗教都发生在说3种近亲闪语的人群中。这3种语言分别是阿拉姆语，也是基督教和使徒的语言，希伯来语和阿拉伯语。我们本能地将闪语民族与近东联系在一起。然而，格林伯格断定，闪语实际上只是构成了一个大得多的语系，阿非罗亚细亚语系中的6个或更多语言分支中的一支。阿非罗亚细亚语系的所有其他分支以及现存的其他222种语言只分布在非洲，甚至闪语族本身也主要是非洲语言。其现存的19种语言中，有12种只分布在埃塞俄比亚。这就表明，阿非罗亚细亚诸语言起源于非洲，其中只有一支传播到近东。因此，
也许正是非洲产生了作为西方文明道德支柱的旧约全书、新约全书和古兰经的作者们所使用的语言。我刚才在告诉你特定民族往往有特定的语言时，并没有对此加以评论。在非洲人的5个群体——黑人、白人、比格米人、科伊桑人和印度尼西亚人中，只有比格米人没有任何独特的语言。比格米的每一个族群都和邻近的黑人农民群体说同一种语言。然而，如果把比格米人说的某种语言与黑人说的同一种语言比较一下，比格米人说的话里好像包含一些发音特别的独特的词。当然，就语言的起源来说，像比格米人这样特别的人，又生活在像非洲赤道雨林这样一种特别的地方，他们的与世隔绝程度，甚至会使他们逐渐形成自己的语系。然而，今天这些语言已经消失了，而我们也已经看到，比格米人的现代地理分布非常分散，因此，人口分布和语言方面的线索加起来表明，比格米人的家园被入侵的黑人农民的汪洋大海所淹没。硕果仅存的一些比格米人采用了这些农民的语言，而他们原来的语言只在某些词和发音上留下了一些蛛丝马迹。我们在前面已经看到，马来西亚的矮小黑人塞盲人和菲律宾的矮小黑人的情况也基本如此。他们从包围他们的农民那里分别采用了南亚语和南岛语。尼罗撒哈拉语的零星分布同样表明，许多说这些语言的人也被淹没在说阿非罗亚细亚语言和说尼日尔刚果语的人群之中。但科伊桑语言的分布说明了一种甚至更引人注目的淹没现象，这些语言用吸气音做辅音，这在全世界是非常独特的。所有现存的科伊桑语言只存在于非洲南部，但有2个例外。这2个例外是2种非常特别、充满吸气音的科伊桑语言，一个叫哈扎语，一个叫桑达维语。它们孤立地存在于坦桑尼亚，距离非洲南部最近的科伊桑语言有1000多英里。此外，科萨语和非洲南部其他几种尼日尔刚果语也充满了吸气音。更令人意想不到的是，在肯尼亚的黑人所说的2种阿非罗亚细亚语中，也出现了吸气音或科伊桑语的一些词。而肯尼亚的这些孤立的黑人，比坦桑尼亚说哈扎语和桑达维语的人更远离现今的科伊桑人。所有这一切都表明，科伊桑语言和科伊桑民族的分布以前并不限于现今的非洲南部，而是到达了遥远的北方。后来他们也和比格米人一样，被淹没在黑人的汪洋大海之中，只是在语言学上留下了他们过去存在的遗产。这是语言学证据的独特贡献，仅仅根据对活人的体质研究是几乎不可能推测出来的。我把语言学最杰出的贡献留到最后讨论。尼日尔刚果语系分布在整个西非和非洲赤道以南的大部分地区，这显然没有提供任何线索，说明在这个广大的范围内的这个语系究竟发源于何处。然而，格林伯格确认，非洲赤道以南地区的所有尼日尔刚果语言都属于一个叫做班图语的语支，这个语支占据了1032种尼日尔刚果语言中的近一半，并占据了说尼日尔刚果语言人数的一半以上，也就是将近2亿人。但所有这500种班图语言彼此都非常相似，所以有人开玩笑地说它们是一种语言的500种方言。从整体来看，班图诸语言只构成了尼日尔刚果语系中的一个单一的较低等级的语族，另外176个语族的大部分都挤在西非，在尼日尔刚果语系的整个分布范围内只占很小一部分，尤其是一些最具特色的班图语言，以及与班图语亲缘关系最近的非班图语的尼日尔刚果诸语言，都挤在喀麦隆和邻近的尼日利亚东部的一个狭小地区内。显然，尼日尔刚果语系起源于西非，它的班图语分支起源于这一分布范围的东端，即喀麦隆和尼日利亚。后来这支班图语又从它的故乡扩展到非洲赤道以南的大部分地区，这一扩展必定在很早以前就开始了，所以这个族代的班图语有足够的时间分化为500种子代语言，但分化的时间也相当近，以致所有这些子代语言彼此仍然十分相似。由于所有其他说尼日尔刚果语的人和说班图语的人一样都是黑人，我们不可能仅仅根据体质人类学的证据推断出谁向哪一方向迁移。
为了使这类语言学的推理变得明白易懂，让我举一个大家所熟悉的例子：英语的地理起源。今天，以英语为第一语言的人数最多的人生活在北美洲，其他人则分散在全球各地，如英国、澳大利亚和其他国家。每一个这样的国家都有自己的英语方言。如果对语言的分布和历史方面的知识仅限于此，我们就可能会猜测英语起源于北美洲，后来才被殖民者传播到海外的英国和澳大利亚。但所有这些英语方言仅仅构成了日耳曼语组的一个低阶位的语支，所有其他的语支，各种各样的斯堪的纳维亚语、德语和荷兰语，都挤在欧洲的西北部，尤其是与英语亲缘关系最近的另一种日耳曼语弗里西亚语，只限于荷兰和德国西部的一个小小的沿海地区。因此，一个语言学家会立刻正确地推断出英语起源于西北部的沿海地区，并从那里传播到全世界。事实上，我们从历史记载得知，英语的确是在公元5世纪和6世纪时，由入侵的盎格鲁撒克逊人从那里带到英国来的。班图人的扩张及其影响，基本上相同的推理告诉我们，如今在非洲地图上占据很大一块地方的近2亿人的班图人，起源于喀麦隆和尼日利亚，连同闪米特人起源于北非和马达加斯加人起源于亚洲一样。这是又一个我们在没有语言学证据的情况下能够得出的结论。我们已经根据科伊桑语言的分布和比格米人并没有自己特有语言这一点推断出，比格米人和科伊桑人以前分布较广，后来被黑人的汪洋大海所淹没了。在这里说明一下，我把淹没当做一个中性的无所不包的词来使用，不管这个过程是征服、驱逐、混种繁殖、杀害或是流行病。根据尼日尔刚果语言的分布，我们现在明白了，淹没比格米人和科伊桑人的黑人是班图人。迄今所考虑的体质证据和语言证据，使我们推断出这些发生在史前的淹没现象，但仍然没有为我们解开这些淹没现象之谜。只有我接着将要提出的进一步证据，才能帮助我们回答另外2个问题：是什么有利条件使班图人得以取代比格米人和科伊桑人的地位？班图人是在什么时候到达比格米人和科伊桑人以前的家园的？为了回答关于班图人的有利条件问题，让我们研究一下眼前的活证据，来自驯化动植物的证据。我们在前面的几章看到，这方面的证据非常重要，因为粮食生产带来了高密度的人口、病菌、技术、政治组织和其他力量要素。由于地理位置的偶然因素而继承或发展了粮食生产的民族，因此就能够淹没地理条件较差的民族。当欧洲人于15世纪到达撒哈拉以南非洲时，非洲人在种植5种作物，每一种作物都对非洲的历史具有重大意义。第一组作物只在北非种植，一直延伸到埃塞俄比亚高原。北非属于地中海型气候，其特点是雨量集中在冬季的几个月。农业发源地的新月沃地也属于冬季多雨的地中海型气候，因此北非原有的作物都被证明适合在冬天雨季里发芽生长。考古证据表明，它们大约在1万年前开始在新月沃地首次被驯化。这些新月沃地的作物传播到气候相似的北非邻近地区，为古代埃及文明的兴起奠定了基础。它们包括诸如小麦、大麦、豌豆、菜豆和葡萄等为人所熟悉的作物。这些作物之所以为我们所熟悉，完全是因为它们也传播到气候相似的欧洲邻近地区，并由欧洲传播到美洲和澳大利亚，从而成为全世界温带农业的一些主要作物。当你穿过撒哈拉沙漠向南旅行，并在沙漠南部边缘的撒赫勒地带再次遇到下雨时，你会发现撒赫勒地带下雨是在夏季，而不是冬天。即使适应冬雨的新月沃地作物能够设法越过撒哈拉沙漠，它们也可能难以在夏季多雨的撒赫勒地带生长。我们发现有2组非洲作物，它们的野生祖先恰好出现在撒哈拉沙漠以南。它们适应了夏季的雨水和日常方面的较少季节性变化。其中一组包含一些植物，它们的祖先在撒赫勒地带从东到西有广泛的分布，可能就是在那里驯化的。值得注意的是，它们包括高粱和珍珠笔，这2种作物成了非洲撒哈拉沙漠以南地区的主要谷物。高粱被证明是一种很有价值的作物，
现在在各大洲的炎热干旱地区都有种植。另一组包含一些植物，它们的野生祖先出现在埃塞俄比亚，可能是在那里的高原地区驯化的，其中大多数仍然主要在埃塞俄比亚种植，美国人对它们依旧一无所知。这些作物包括埃塞俄比亚的有麻醉作用的球果，像香蕉一样的象腿椒，含油的努格，用来酿造国产啤酒的龙爪碧，还有用来做国产面包的叫做话梅草的籽粒很小的谷物。但每一个喝咖啡成瘾的读者都可以感谢古代的埃塞俄比亚农民，因为是他们驯化了咖啡种植。咖啡本来只在埃塞俄比亚种植，后来在阿拉伯半岛，进而又在全世界受到欢迎，在今天成了像巴西和巴布亚新几内亚这样遥远国家的经济支柱。倒数第二组非洲的作物来自生长在西非湿润气候下的野生祖先，其中有些作物包括非洲稻，几乎始终限于在当地种植，另一些作物如非洲鼠玉已经传播到非洲撒哈拉以南的所有其他地区，还有2种作物油棕和可乐果已经传播到其他大陆。西非人把可乐果含咖啡因的坚果当作麻醉品来绝食，而可口可乐公司诱使第一批美国人和后来的全世界的人去喝一种原来是用可乐果的萃取物调制的饮料，那已是很久以后的事了。最后一组非洲作物也适应了湿润气候，但它们却最令人感到意外。香蕉、亚洲鼠玉和鱼奶在15世纪初已经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广为种植，而非洲水稻也已经在东非海岸地区移植生长，但这些作物都发源于热带东南亚。如果印度尼西亚人在马达加斯加岛上出现，还未能使我们认识到非洲在史前阶段与亚洲的联系，那么这些作物在非洲出现肯定会使我们感到惊奇。是不是当年从婆罗洲起航的南岛人在东非海岸登陆，把他们的作物赠予满心感激的非洲农民，又搭载了一些非洲渔民，然后扬帆向东方驶去，到马达加斯加岛拓殖，因而在非洲没有留下任何关于南岛人的蛛丝马迹。还有一个令人感到意外的地方是，所有非洲本地作物，萨赫勒、埃塞俄比亚和西非的作物都起源于赤道以北地区，没有哪一种非洲作物是起源于赤道以南地区的。这就给了我们一个暗示，告诉我们是来自赤道以北说尼日尔刚果语的人为何能取代非洲赤道地区的比格米人和赤道以南的科伊桑人。科伊桑人和比格米人之所以未能发展出农业，不是由于他们没有农民的资格，而仅仅是由于碰巧非洲南部的野生植物大都不适于驯化。无论是班图农民还是白人农民，尽管他们继承了几千年的农业经验，后来还是没能把非洲南部的本地植物培育成粮食作物。至于非洲的驯化动物，概括地介绍起来，可以比介绍植物快得多，因为那里的驯化动物实在太少。我们确切知道，在非洲驯化的唯一动物是一种叫做珍珠鸡的像火鸡一样的鸟，因为它的野生祖先只有非洲才有。驯养的牛、驴、猪、狗和家猫的野生祖先原产地也在北非，但西南亚也有，所以我们还不能肯定它们最早是在什么地方驯化的。虽然目前已知年代最早的家驴和家猫出现在埃及，最近的证据表明牛可能是在北非、西南亚和印度各自独立驯化出来的，而这3个地方的品种与现代非洲牛的品种都有关系。除此以外，非洲其余所有的驯养哺乳动物想必都是在别处驯化后引进的，因为它们的野生祖先只出现在欧亚大陆。非洲的绵羊和山羊是在西南亚驯化的，鸡是在东南亚驯化的，马是在俄罗斯南部驯化的，骆驼可能是在阿拉伯半岛驯化的。这个关于非洲家畜清单最意想不到的特点又一次是负面的。非洲以大型野生哺乳动物而著称，它们的数量也非常丰富，有斑马和牛羚，有犀牛和河马，有长颈鹿和野牛，但没有一种上了那张清单。我们还将看到，这个事实与非洲赤道以南没有本地驯化植物一样，对非洲的历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对非洲主要粮食产品这一快速巡视足以看出，其中有一些粮食产品是从他们在非洲内外发源地经过长途跋涉而来的。在非洲和在世界其他地方一样，
有些种族由于环境继承了整套可驯化的野生动植物，而比另一些种族幸运得多。澳大利亚土著的狩猎采集者被以小麦和牛群为生的英国殖民者所淹没。由这一事实来类推，我们不得不怀疑，有些幸运的非洲人利用自己的优势来淹没他们的非洲邻居。现在，我们终于可以求助于考古记录，去看一看到底是谁在什么时候淹没了谁。考古学证据揭示非洲史前史。关于非洲农业和畜牧业出现的实际年代和地点，考古学能告诉我们一些什么呢？任何一个潜心研究西方文明史的读者，如果他想当然地认为非洲的粮食生产开始于法老和金字塔之乡的古埃及和尼罗河河谷，那么他是可以得到原谅的。毕竟在公元前3000年，埃及无疑已经是非洲最复杂社会的所在地，并是世界上最早使用文字的中心之一。然而事实上，非洲粮食生产可能最早的考古证据却是来自撒哈拉沙漠。当然，今天撒哈拉沙漠的很大一部分地区干燥的寸草不生，但在公元前9000年到公元前4000年之间，撒哈拉沙漠比较湿润，有许多湖泊，到处都是猎物。在那个时期，撒哈拉人开始养牛和制陶，后来又养绵羊和山羊，他们可能也已着手驯化高粱和黍。撒哈拉的放牧业早于埃及引进粮食生产的移至最早年代，而那次引进是以整套的西南亚冬季作物和牲口的形式出现的，时间约在公元前5200年。粮食生产也出现在西非和埃塞俄比亚，而到了公元前2500年左右，牧人已经越过现代边界，从埃塞俄比亚进入肯尼亚北部。虽然这些结论是以考古证据为基础的，但也有一种独立的方法来判定驯化动植物引进的年代，那就是比较现代语言中用来指称它们的词汇，比较一下尼日尔刚果语系的尼日利亚南部一些语言中植物的名称，就可以看出这些词分为3类。第一类的作物名称，在尼日利亚南部所有这些语言中都十分相似，这些作物证明就是西非的薯蓣、油棕和可乐果之类的作物，也就是人们按照植物学证据和其他证据认为原产西非并最早在那里驯化的植物。由于它们是西非最古老的作物，所有尼日利亚南部的现代语言都继承了原来用于指称它们的同一套词汇。接下来的一类作物，其名称只是在属于尼日利亚南部那些语言的一个小语支的语言中才保持一致。原来据认为这些作物来自印度尼西亚，如香蕉和亚洲薯蓣。显然这些作物只是在语言开始分化成一些语支之后才到达尼日利亚南部的。这样每一个语支为这些新来的植物发明了或接受了一些不同的名称，而这些名称只有属于那一特定语支的一些现代语言才将其继承了下来。最后一类作物，其名称在语组内完全不一致，但与贸易路线有关。这些作物证明是来自新大陆的作物，如玉米和花生。我们知道这些作物是在横渡大西洋的航运开始后的1492年之后才引进非洲的，并从那以后沿贸易路线传播，因此它们常常带有葡萄牙的名字或别的外国名字。因此即使我们没有掌握任何植物学或考古学证据，我们仍然能够仅靠语言学证据来推断，先是驯化西非本地作物，其次是引进印度尼西亚作物，最后是欧洲人带来的美洲作物。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的历史学家克里斯多夫·艾雷特运用这种语言学方法来确定驯化动植物为属于各个非洲语系的人所利用的顺序。通过词源统计分析法，根据词语在历史上的变化速度计算，比较语言学家利用的这种方法甚至能估计出作物驯化或引进的年代。把关于作物的直接考古证据与比较间接的语言学证据结合起来，我们就可以推断出几千年前在撒哈拉驯化高粱和黍的人所说的语言是现代尼罗撒哈拉语的祖代语言。同样，最早驯化西非湿润地区作物的人所说的语言是现代尼日尔刚果诸语言的祖代语言。最后，说阿非罗亚细亚祖代语言的人可能驯化过埃塞俄比亚的本地作物，而且他们肯定也是把新月沃地的作物引进北非的人。因此来自现代非洲语言中植物名称的证据
使我们一眼就能看明白，几千年前非洲存在3种语言：祖代的尼罗撒哈拉语、祖代的尼日尔刚果语和祖代的阿非罗亚细亚语。此外，我们还能根据其他的语言学证据，一眼就能看明白祖代科伊桑语的存在。虽然不是根据作物名称这个证据，既然非洲今天有1500种语言，那么几千年前它肯定不会只有这4种祖代语言，但所有其他这些语言想必都已经消失，这或者是由于说这些语言的人虽然生存了下来，但却失去了自己本来的语言，如比格米人，或者由于连这些人本身都消失了。现代非洲本土的4个语系之所以能幸存下来，不是由于这些语言作为交流工具具有什么内在的优越性，相反，这应归因于一个历史的偶然因素。说尼罗撒哈拉语、尼日尔刚果语和阿非罗亚细亚语的人的祖先碰巧在最合适的时间生活在最合适的地点，使他们获得了作物和家畜，从而使他们人口繁衍，并且取代了其他种族，或将自己的语言强加给其他种族。现在少数说科伊桑语的人能够幸存下来，主要是由于他们生活在非洲南部不适于班图人农业的与世隔绝的地区。马达加斯加的殖民与班图人的持续扩张，在我们考察科伊桑人如何躲过班图人的移民浪潮而幸存下来之前，让我们先来看一看关于非洲史前期另一次人口大迁移——南岛人在马达加斯加的殖民情况。考古学家告诉了我们一些什么？在马达加斯加调查的考古学家们现已证明，南岛人至少不迟于公元800年，也可能早在公元300年就已经到达马达加斯加。南岛人在那里碰到并着手消灭了一个陌生的动物世界，这些动物非常特别，好像它们是来自另一个星球，因为这些动物是在长期与世隔绝的情况下在马达加斯加演化出来的。它们中有大龙鸟，有如同大猩猩一般大的叫做狐猴的原始灵长目动物，还有矮小的河马。对马达加斯加岛上最早的人类定居点的考古发掘，出土了一些铁器、牲畜和作物的残存。从这点来看，那些殖民者就不完全是乘坐小小独木舟的被风吹离航线的渔民，他们是一个经过充分准备的探险队。这次史前行程4000英里的探险是如何实现的呢？一本古代航海书对此提供了一条线索。这本书名叫《欧里斯里扬航行记》，是公元100年左右一个生活在埃及的无名氏商人写的。这位商人描述了当时已经相当繁荣的连接印度和埃及与东非海岸的海上贸易路线。随着公元800年后伊斯兰教的传播，印度洋贸易也兴旺发达起来。有充分的考古文献证明，在东非沿海定居点遗址中发现了大量中东的产品，偶尔甚至还有中国的产品，如陶器、玻璃器皿和瓷器。商人们等待着有利的风向，好让他们横渡中非和印度之间的印度洋。1498年，葡萄牙航海家法斯克达伽马成为绕过非洲南端到达肯尼亚海岸的第一个欧洲人。他碰到了斯瓦希里人的一些贸易集散地，并在那里带上一个水手，领着他走上了那条通往印度的直达航线。但从印度向东，在印度与印度尼西亚之间也有一条同样兴旺发达的海上贸易路线。也许马达加斯加的南岛人殖民者就是从这条向东的贸易路线从印度尼西亚到达印度，后来偶然碰上了向西的通往东非的贸易路线，在那里加入了非洲人的行列，和他们一起发现了马达加斯加。南岛人与东非人的这种结合，今天仍在马达加斯加的语言中体现出来。马达加斯加的语言基本上是南岛语，只是从肯尼亚沿海的一些班图语中借用了一些单词，但在肯尼亚的一些语言中却没有相应的来自南岛语的借用词，而且在东非的土地上也几乎没有留下多少南岛人的其他痕迹，主要就是印度尼西亚乐器在非洲的遗产，如木琴和筝，当然还有在非洲农业占十分重要地位的南岛人的作物。因此人们怀疑南岛人是不是没有走经由印度和东非到达马达加斯加的比较容易的路线，而是令人难以置信地设法直接渡过印度洋，发现了马达加斯加，只是后来才加入了东非的贸易路线。因此关于非洲最令人惊异的人类地理学上的故事，多少还仍然是个谜。
关于非洲史前史上最近的另一次人口大迁移是班图人的扩张，考古学家能告诉我们一些什么呢？根据现代民族和他们的语言这个双重证据，我们知道撒哈拉以南非洲并不总是我们今天所认为的黑色大陆。这个证据倒是表明了比格米人曾在中非雨林中有广泛分布，而科伊桑族群在非洲赤道以南较干旱地区也甚为普遍。考古学能不能对这些假定进行验证呢？就比格米人来说，答案是还不能，因为考古学家们还没能从中非森林中发现古人类骨骼。对于科伊桑人，答案是能。在现代科伊桑人分布地区北面的赞比亚，考古学家不但发现了欧洲人到达时类似科伊桑民族仍在非洲南部制作的那类石器，而且也发现了可能与现代科伊桑人相似的一些人的头骨。至于班图人最后是怎样取代北部的那些科伊桑人的，考古学和语言学的证据表明，班图人的农民祖先从西非内陆的稀树草原往南向较湿润的海岸森林扩张，可能早在公元前3000年就已经开始了。在所有班图语言中仍然广泛使用的一些词表明，那时班图人已经有了牛和鼠玉之类在湿润气候下生长的作物，但他们还没有金属制品，并且仍然从事大量的捕鱼、狩猎和采集活动。他们的牛群甚至由于森林中的采采蝇传播的疾病而被毁掉。他们进入刚果河流域的赤道森林地带，在那里开垦园地，并且增加了人口。这时，他们开始淹没了从事狩猎采集的比格米人，把他们一步步挤进森林。公元前1000年后不久，班图人从森林的东缘走出来，进入了东非有裂谷和大湖的比较开阔的地带。在这里，他们碰到了一个民族大熔炉，这里有在较干旱地区种植薯和高粱以及饲养牲畜的说阿非罗亚细亚和尼罗撒哈拉语的农民和牧人，还有以狩猎和采集为生的科伊桑人。由于从他们的西非家园继承下来适应湿润气候的作物，这些班图人得以在不适合以往所有居民的东非湿润地区进行耕种。到了公元前的最后几个世纪，不断前进的班图人到达了东非海岸。在东非，班图人开始从他们的说尼罗撒哈拉语和阿非罗亚细亚语的邻居那里得到了薯和高粱，并重新得到了牛群。他们还得到了铁，那时铁还刚刚在非洲的撒赫勒地带熔炼。公元前1000年后不久，非洲撒哈拉以南地区便已经有了铁制品的制造，但起源于何处则仍不清楚。这个早期年代有可能接近于北非海岸迦太基引进近东铁制品制造技术的年代。因此，一些历史学家常常假定冶金知识是从北面传入非洲撒哈拉以南地区的。另一方面，自从至少公元前2000年以后，铜的熔炼就已经在西非撒哈拉地区和撒赫勒地带进行，那可能是非洲独立发现铁冶炼技术的先声。非洲撒哈拉以南铁匠们的铁熔炼技术为这一假设提供了佐证，因为他们和地中海地区的铁熔炼技术差异很大，足以表明这是独立的发展。非洲的铁匠们发现了如何从他们村庄的熔炉里制造高温，从而炼出钢来。这比19世纪欧洲和美国的贝塞麦转炉早了2000多年。有了适应湿润气候的作物，再加上铁器，班图人终于拼凑出整套在当时非洲赤道以南地区所向披靡的军事工业力量。在东非，他们仍然不得不与为数众多的说尼罗撒哈拉语和阿非罗亚细亚语的铁器时代的农民进行竞争，但在南部2000英里的地区内生活着科伊桑狩猎采集族群，他们不但人口稀少，而且没有铁器和作物。在几个世纪内，班图农民在最近的史前时上一次最迅猛的移民进军中，以摧枯拉朽之势一路推进到今天南非东海岸纳塔尔省的地方。我们很容易把这种无疑是一次迅速而引人注目的扩张行动简单化，并把一路上的科伊桑人描绘成听任成群结队汹涌而来的班图人践踏的人。事实上，情况要比这复杂。非洲南部的科伊桑族群在班图人向外扩张前的几个世纪中已经有了牛、羊。班图人的第一批开路先锋可能人数很少，他们选择了适于种植薯玉的湿润森林地区，而跳过了比较干旱的地区。
把这些地区留给克伊桑牧人和以狩猎采集为生的人。交换和通婚关系无疑已经在这些克伊桑农民和班图农民之间建立起来。他们各自占据邻近的一些不同的栖息地，就像比格米狩猎采集族群和班图农民今天在赤道非洲仍然在做的那样。随着班图人口的增长，并把牛和适应干旱气候的谷物吸收进他们的经济，他们才逐步地布满了原先被跳过的那些地区。但最后的结果仍然一样，班图农民占据了原先属于克伊桑人的大部分地区。原先的这些克伊桑居民的遗产，除了埋在地下等待考古学家去发现的头骨和石器外，就只剩下分散的非克伊桑语言中的吸气音，以及非洲南部某些班图族酷似克伊桑人的外貌特征。这些消失了的克伊桑种群究竟经历了什么事，我们不得而知。我们唯一能够肯定的是，在克伊桑民族生活了也许有几万年之久的一些地方，现在生活着班图人。我们只能大胆猜测，通过现代亲眼目睹的事件来进行类比，例如用钢铁武装起来的白人农民与使用石器的澳大利亚土著和加利福尼亚印第安狩猎采集者之间的冲突。在这一点上，我们知道狩猎采集者被一系列互相配合的方法很快地消灭了。他们或者被赶走，或者男人被杀死或沦为奴隶，女人被霸占为妻，或者无论男女都受到农民的流行病的感染。在非洲，这种病的一个例子就是疟疾。疟疾是蚊子传染的，而蚊子是在农民村庄的四周滋生的。而对于这种疾病，入侵的班图人已经形成了遗传的抵抗力，而克伊桑狩猎采集者大概还没有。然而，关于最近的非洲人口分布的图提醒我们，班图人并没有搞垮所有的克伊桑人。在非洲南部的一些不适合班图人农业的地区，仍有克伊桑人幸存下来。最南端的班图人是科萨人，他们在开普敦以东500英里的南非南海岸的菲什河停了下来。这并非好望角这个地方过于干旱不适合农业，毕竟它是现代南非的粮仓啊。事实上，好望角冬天多雨，属于地中海型气候。在这个气候条件下，班图人适应下雨的作物是不能生长的。到1652年，即荷兰人带着他们原产近东的适应冬雨的作物到达开普敦的那一年，科萨人仍然未渡过菲什河。这种植物地理学表面上的细节对今天的政治具有重大的意义。一个后果是，一旦南非的白人迅速杀死或用疾病感染或赶走好望角的克伊桑人种群，白人就能正当地宣称他们在班图人之前占有了好望角，因而对他拥有优先权。这种宣布不被认真看待，因为好望角克伊桑人的优先权并没有能阻止白人把他们赶走。严重的多的后果是，1652年的荷兰移民只需全力对付人口稀少的克伊桑牧人，而不是人口稠密的用钢铁装备起来的班图农民。当白人最后向东扩张，于1702年在菲什河与科萨人遭遇时，一场长期的殊死战斗开始了。虽然欧洲人当时能够从他们在好望角的巩固基地调派军队，但也经过了9次战争，历时175年，才把科萨人征服。军队前进的速度平均每年不到1英里。如果当初那几艘最早到来的荷兰船遇到这样的激烈抵抗，白人怎么能成功地在好望角站稳脚跟呢？因此，现代南非的问题至少一部分源自地理上的偶然因素。好望角克伊桑人的家园碰巧很少有适于驯化的野生植物，班图人碰巧从他们5000年前的祖先那里继承了适应下雨的作物，而欧洲人碰巧从他们近1万年前的祖先那里继承了适应冬雨的作物。正像新独立的纳米比亚首都的那块格林街路牌提醒我的那样，非洲的过去给非洲的现在打上了深深的烙印。非洲与欧洲发展的差异，这就是班图人为何能够淹没克伊桑人而不是相反的原因。现在让我们转向非洲史前时难解之谜的一类问题：为什么欧洲人成了在撒哈拉以南非洲殖民的人？事情竟然不是反其道而行之，这尤其令人惊讶。因为非洲不但可能是解剖学上现代智人的家乡，而且也是几百万年来人类进化的唯一发源地。非洲除了巨大的领先优势这些有利条件外，
还有高度多样化的气候、栖居地以及世界上最高度的人类多样化。如果1万年前有一个外星人访问地球，并预测欧洲最后会成为撒哈拉以南非洲某个帝国的一批附庸国，这样的预测也许是情有可原的。导致非洲与欧洲碰撞这一结果的直接原因是很清楚的，正如他们与印第安人遭遇时的情况一样。进入非洲的欧洲人拥有3重优势：枪炮和其他技术、普及的文化，以及为之探险和征服昂贵计划所必须的政治组织。这些优势在碰撞几乎刚刚开始时就显示了出来。在法斯克·达伽马于1498年首次抵达东非海岸后仅仅4年，他又率领一支布满了大炮的舰队卷土重来，迫使控制津巴布韦黄金贸易的东非最重要的港口基尔瓦投降。但为什么欧洲人能发展出这3大优势，而撒哈拉以南的非洲人则不能呢？我们已经讨论过，从历史上看，所有这3者都来自粮食生产的发展，但与欧洲大陆相比，粮食生产在撒哈拉以南非洲被延误了，其原因是非洲缺少可以驯化的本地动植物物种，它是与本地粮食生产的面积小得多，以及它妨碍粮食生产和发明传播的南北轴向。让我们研究一下这些因素是如何起作用的。首先，关于家畜，我们已经看到撒哈拉以南非洲的家畜来自欧亚大陆，可能有少数几个例外是来自北非。因此，直到家畜被新兴的欧亚大陆文明利用之后几千年，他们才到达撒哈拉以南非洲。这在开始时确实令人感到奇怪，因为我们认为非洲是充满大型野生哺乳动物的大陆。但我们在第9章中看到，要想对一种野生动物进行驯化，它必须相当温顺，对人服从，驯养花费少，对一些疾病有免疫力，而且还必须生长迅速，并且在圈养中繁殖良好。欧亚大陆产的牛、绵羊、山羊、马和猪是世界上少数几种通过所有这些考验的大型野生动物，而它们的非洲同类，如非洲野牛、斑马、野猪、犀牛和河马，则从来没有被驯化过，甚至在现代也是如此。当然，有些大型的非洲动物有时确实曾被驯养过。汉尼拔在对罗马的不成功战争中利用过驯服的非洲象，古代埃及人也可能驯养过长颈鹿和其他动物，但这些驯养的动物没有一种实际上被驯化了，就是说在圈养中进行有选择的繁殖和对遗传性状的改变，以使其对人类更加有用。如果非洲的犀牛和河马得到驯化并供人骑乘，它们不但可以供养军队，而且还可以组成一支所向披靡的骑兵，把非洲的骑兵冲得落花流水。骑着犀牛的班图突击队可能已经推翻了罗马帝国，但这种事绝没有发生。第2个因素是撒哈拉以南非洲和欧亚大陆之间在可驯化植物方面的一种虽然不那么极端，但也有相当大的差异。撒赫勒地带、埃塞俄比亚和西非也有土生土长的作物，但在品种数量上比欧亚大陆少得多。由于适合驯化的野生栖食植物品种有限，甚至非洲最早的农业也可能比新月沃地的农业晚了几千年。因此，就动植物的驯化而言，领先优势和高度多样性属于欧亚大陆，而不属于非洲。第3个因素是非洲的面积，仅及欧亚大陆面积的1半左右，而且非洲面积中只有1/3左右是在公元前1000年以前为农民和牧人所占据的介于赤道以北和撒哈拉以南的地区。今天，非洲的总人口不到7亿，而欧亚大陆有40亿。但如果所有其他条件相等，更多的土地和更多的人口，意味着更多相互竞争的社会和更多的发明创造，因而也就意味着更快的发展速度。造成非洲在更新世后发展速度比欧亚大陆慢的其余一个因素是这2个大陆主轴线的不同走向。非洲的主轴线和美洲的主轴线一样，都是南北走向，而欧亚大陆的主轴线则是东西走向。如果你沿南北轴线行走，则会穿越在气候、生态环境、雨量、日常以及作物和牲口疾病都大不相同的地带。因此，在非洲某个地区驯化或得到的动物和作物很难传播到其他地区。相比之下，在虽然相隔数千英里，但处于同一纬度并有相似气候和日常的欧亚大陆各社会之间，
作物和动物的传播就显得容易了。作物和牲畜沿非洲南北轴线的缓慢传播或完全停止前进，产生了重大后果。例如，已经成为埃及主食的地中海沿岸地区作物，在发芽时需要冬雨和日常的季节性变化。这些作物无法传播到苏丹以南，因为过了苏丹，它们就会碰上下雨和很少或根本没有季节性的日照变化。埃及的小麦和大麦，在欧洲人于1652年把它们带来之前，一直没有到达好望角的地中海型气候区，而科伊桑人也从来没有发展过农业。同样，适应下雨和很少或根本没有季节性日常变化的撒赫勒地带作物，是班图人带到非洲南部的，但在好望角却不能生长，从而终止了班图农业的前进。非洲的气候特别适合香蕉和其他的亚洲热带作物。今天这些作物已经居于非洲热带农业最多产的主要作物之列，但它们却无法从陆路到达非洲。显然，直到公元第1个千年，也就是他们在亚洲驯化后很久，他们才到达非洲，因为他们必须等到有横渡印度洋的大规模船运的那个时代。非洲的南北轴线也严重地妨碍了牲畜的传播。吃到非洲的采采蝇是锥虫体的携带者，虽然非洲当地的野生哺乳动物对锥虫病有抵抗力，但对从欧亚大陆和北非引进的牲畜来说，这种病证明是灾难性的。班图人从没有采采蝇的撒赫勒地带获得的牛，在班图人通过赤道森林的扩张中也未能幸免。虽然马在公元前1800年左右已经到达埃及，并在那以后不久改变了北非的战争方式，但直到公元第1个千年中，他们才穿越撒哈拉沙漠，推动了一些以骑兵为基础的西非王国的出现，而且他们也从来没有通过采采蝇出没的地区而到达南方。虽然牛、绵羊和山羊在公元前第3个千年中已经到达塞伦盖蒂大草原的北缘，但在那以后又过了2000年，牲畜才越过塞伦盖蒂到达了非洲南部。人类技术沿非洲南北轴线的传播同样缓慢。陶器在公元前8000年左右已经在苏丹和撒哈拉地区出现，但直到公元元年才到达好望角。虽然文字不迟于公元前3000年已经在埃及发明出来，并以字母形式传入努比亚的麦罗维王国，虽然字母文字也传入了埃塞俄比亚，传播路径可能是从阿拉伯半岛传入的，但文字并没有在非洲的其余地区独立出现。这些地区的文字是阿拉伯人和欧洲人从外面带进来的。总之，欧洲在非洲的殖民并不像某些白人种族主义者所认为的那样，与欧洲民族和非洲民族本身之间的差异有关。恰恰相反，这是由于地理学和生物地理学的偶然因素所导致的，特别是由于这两个大陆之间不同的面积、不同的轴线方向和不同的动植物品种所致。就是说，非洲和欧洲的不同历史发展轨迹，归根到底来自它们之间不动产的差异。好，今天的读书分享暂时到这里。今天我们读了《枪炮、病菌与钢铁》的第19章，非洲是怎样成为黑人的非洲的。期待在下一次的读书分享中与你再相逢。